继续说理，说一下理与人的关系。人是内在，理是外在，这俩互为表里，谁也离不开谁。人而不仁，如礼何？人而不仁，如乐何？为人而不仁，再好的礼也没有用；为人而不仁，再好的乐也没有用。约束自己，使自己的视听言动都合乎理的要求，这就是仁。一个真正的仁人，应该事事依理的规定而行。礼是外在的道德规范，仁是内心的道德意识，这两者在孔子那里就合二为一了。这样咱们主要从个人伦理学的角度讲了一下仁和礼。其实仁和礼啊，它还有政治哲学视角的解读。下面咱们看一下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怎么理解仁和礼。先说仁，仁在治国方面就表现为德治，以德治国。这个具体包含两方面，一个是以德教化民众，另一个是君主自己要有德。先说以德教化民众。孔子说：“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。”用政令来治理百姓，用刑法来整顿他们，百姓因为害怕受到惩罚而免于犯罪，却没有廉耻之心。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用道德引导百姓，用理智去同化他们，百姓不仅会有羞耻之心，而且有归附之心。对百姓进行道德教化呀，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孝。孔子说：“君子笃于亲，则民兴于仁。”统治者如果厚待自己的亲属，百姓当中也会兴起仁的风气。孔子说：“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贤矣，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谓之有也。”一个人如果孝顺父母，尊敬兄长的话，那么他冒犯长辈和上级的行为就会很少了。如果一个人不喜好冒犯长辈和上级，而好作乱者谓之有也，那么他也就不会作乱了。在家孝顺父母，在外就能效忠君主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就因为在中国有家国一体的传统，家就是小国，国就是大家，父亲就是家中的国君，君主就是全体人民的父亲。君臣如父子，父子也如君臣。你在家把孝顺父母这个练好了，把长幼有序、尊卑有等这一套观念深深的扎根到心里，对父母恭恭敬敬、亦步亦趋的，等到出门了，面对君主或者其他领导，也能很自然的恭敬顺从。在家能孝顺父母，在外就能效忠君主。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朝历代都以孝治天下。德治的第二点就是君主自己要有德。有一次，季康子问孔子如何治国，孔子说：“正者正也，子帅以正，孰敢不正？”正字的意思就是端正，你自己带头端正，谁敢不端正呢？只有统治者自身正了，自身有德，才能治理好国家。统治者自己有德，百姓受到影响也会相应的有德。孔子说：“君子之德风，小人之德草，草上之风必偃。”统治者的道德好比风，平民百姓的道德好像草，风吹在草上，草一定顺着风的方向倒。就说一般的劳动群众的道德呀，是会受到统治者极大的影响的，就像草受风的影响一样。所以君主自己有德，百姓就有德，百姓有德，国家就能安定繁荣。所以君主的德是一国的根本。以上就是仁在政治上的表现，就是德治。下面说礼在政治上的表现，就是正名。正名就是合于名分，你什么身份你就得干符合自己身份的事儿。儿子要孝顺父亲，诸侯要效忠周天子，大家都安分守己，这就是正名。到了孔子那个时代啊，大家已经不怎么严格的遵守礼乐制度了。比如当时鲁国的季康子，他当时是大夫一级的贵族。季康子在家里欣赏舞蹈的时候，用了864个舞蹈演员。按照当时的说法是用了8亿，1亿是一行，8亿就是8行，每行8个人，一共是64个人。这个在当时是不符合礼制的，因为只有天子才能用8亿，8864个人。大夫级别的只能用4亿，4832个人。孔子知道这件事情就很生气，说：“
8佾舞于庭，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？季康子居然让8佾这么多人给他跳舞，如果对这样的事情都能够容忍的话，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够容忍呢？当然，孔子最后还是忍了，也没听说孔子拎着菜刀找季康子玩命去。其实多少人跳舞这个事情啊，还不是那么严重，真正严重的是诸侯已经不服周天子管了。比如在军事力量上，周代的礼乐制度规定，天子万乘，诸侯千乘。乘就是战车、兵车，4匹马拉一辆兵车，一辆车上有甲士3人，车下有部族72人，再加上后勤人员，一乘大概有100人。天子的部队可以有万乘，就是100万人，诸侯的部队最多允许有10万人。但是孔子时代的诸侯国部队已经不遵守10万的上限了，还互相打来打去的，这个才是真正的礼崩乐坏。孔子说：天下有道，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；天下无道，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。天下有道的时候，制作礼乐和出兵打仗都由天子做主决定；天下无道的时候，制作礼乐和出兵打仗由诸侯做主决定。天下大乱，就因为大家都不安分守己，大夫都想当诸侯，诸侯都想当天子，一个个蠢蠢欲动的，在个人权力欲望的驱使下，互相征战杀戮，导致了天下大乱。那如何才能天下太平呢？就必须恢复周礼的权威，重新肯定宗法等级秩序，大家都安分守己就可以了。大夫要听诸侯的话，诸侯要听天子的话，长幼有序，尊卑有等，这不就太平了吗？所以孔子提倡要正名，要复周礼。周朝的等级制在孔子眼里是最完美的。孔子说：周兼于2代，郁乎文哉，无从周。周朝的礼乐制度借鉴于夏商2代，是多么丰富多彩啊！我赞成周朝的制度。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。君王你得做好君王该做的，臣子做好臣子该做的，父亲儿子也都做到自己的本分，儿子要服从父亲，下级要服从上级，这样就天下太平了。孔子他这个思路很简单，关键问题是他说的这个可不可行？答案很明显是不可行。之前周朝搞分封制，天子把天下分成若干块，一个诸侯王管一块，诸侯王的义务就是按时进贡，然后天子要打仗的时候派军队跟着去打仗。诸侯王国内的治理呢，完全是诸侯王自己说了算，周天子也管不着。每一个诸侯国呀，就跟一个独立的国家一样，这是分封制。为什么要实行分封制呢？为什么天子不一竿子插到底，实行集权式的管理呢？原因就是当时生产力比较低下，交通条件也不行，一个国王有能力管理的区域是很有限的，所以分封制是在当时比较合适的。但到了春秋时期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，粮食产量的提高，各诸侯国都富起来了，兵强马壮，交通也方便了，一个政权有能力控制的势力范围就可以变得很大，能力越大，野心就越大。这个时候天下大乱，说明分封制已经搞不下去了，这时候就要用武力角逐出一个老大，实现君主集权制的大一统，这个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。这种形势下，你还把那个就剩一空壳子的周天子抬出来，让我们都听他的，你想的也太天真了。所以孔子给出的这个解决方案是行不通的。其实啊，孔子自己也知道自己这个方案行不通，但是他依然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而四处奔走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这个咱们下次课再说。